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任。今天我们将介绍美国军队所使用过的最大、最重以及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GAU-8复仇者机炮。它能够洞穿装甲板、摧毁坦克、打破建筑，甚至将整个城市轰成废墟，以每分钟数千发的速度轰击敌人，将对手粉碎成渣。它的声音就像是地狱的咆哮，令人心惊胆战。如果你对这种现代超级武器很感兴趣，那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复仇者机炮恐怖如斯的威力吧。GAU-8复仇者机炮是由通用电气制造的7管30毫米口径格林式机炮，根据加特林机枪衍生而来，主要装备在美国空军 A-10雷霆20攻击机上。有传闻说，为了让这架机炮飞起来，才有了 A-10攻击机，相当于给机炮插上了翅膀。虽然这是个调侃，但事实上 GAU-8最初的确是为 A-10攻击机进攻实验计划的平行专案，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。GAU-8和 A-10的结合是美国军队难得的暴力美学的大成之作，虽然样子野性十足，但其极具辨识度，和其他科技风攻击机有着强烈的反差感，特别有冲击力。不知道各位看官喜不喜欢这种丑帅的感觉，反正老任觉得发动机和机炮管挺耐看的。GAU-8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越南战争在60年代初期愈演愈烈，美国国防部认识到现有的地面支援飞机 A-1天袭者对北越的军队而言实在力不从心。在美国空军、海军和南越空军的使用下，近400架 A-1天袭者在战斗中被击落。因此1966年末，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约翰·麦康奈尔将军下令设计一种专门的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，该飞机应该具备低成本、高生存能力和大火力的特点。到了1970年，需求被修改，要求该飞机必须搭载一门30毫米的机炮，而且每分钟射速不得低于4000发。通用电气和菲尔科福特公司提交了设计方案，最终通用电气公司的机炮胜出。A-10和 GAU-8机炮的命运在此时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。A-10战斗机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为机炮腾出空间，包括前起落架被偏移到飞机的右侧，以便让机炮的射击线与飞机的中心对齐。GAU-8机枪的设计基于19世纪加特林机枪的原理，在圆柱体的周围安装了7个枪管。虽然原始的加特林机枪是手摇的，但 GAU-8的枪管圆柱体是由2个液压马达驱动旋转的。虽然它是一种连发武器，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动武器。随着圆柱体的旋转，每个枪管通过一套凸轮系统依次装弹、射击、卸弹和重新装弹。后坐力和燃气对已射击的弹药不会影响枪的操作，这意味着一次未能射击不会影响后续弹药的射击。GAU-8机枪使用的是30×173毫米子弹，有3种版本的子弹，一种装甲穿透燃烧弹，它的弹头由铝套和平化铀穿甲弹组成，还有一种高爆燃烧弹。战斗用弹药通常由5发装甲穿透弹和1发高爆弹的弹带组成，还有一种价格便宜的靶场练习用弹药可供选择。子弹使用轻量级铝制弹壳，而不是通常的黄铜或钢制，这使得飞机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。3种弹药的弹道性能几乎相同。装甲穿透燃烧弹的枪口初速为1013米每秒，弹头重约395克，这给出了约203000焦耳的出动能，这大约是 0.5 BMG 弹药的10倍，而 0.5 BMG 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强大的，比 M16 和其变种所使用的 5.56×45毫米弹药的能量高出100倍以上。如果有一枚这样的弹药朝你飞来，躲在车后面也无济于事，躲在坦克后面也没用。但是 GAU-8的整个意义在于，永远不会只有1发子弹朝你飞来。当每个枪管从前面看旋转到9点钟位置时，它会射击，而子弹会随着枪管圆柱体的旋转而快速排出。当扳机被初始拉动，并且枪管加速旋转时，它在第1秒钟内射击约50发，之后每秒钟射击65发，持续射速为每分钟3900发或每秒钟65发。它听起来不像机枪，射速如此之快，更像是这种枪通常是在1秒或2秒的爆发中开火，但是如果经常在18秒钟内将全部1150发弹药耗尽的话，会缩短枪管的使用寿命。
GAU-8的精度极高，在1200米的射程上，80%的子弹将落在一个半径6.1米的圆内。GAU-8全重280公斤，算上填弹系统及弹鼓后的重量达1828公斤。从炮口到弹药系统尾端的距离5.9米，弹鼓直径88厘米，全长1.82米。弹药匣一次可填装1174发炮弹，但通常情况下只填装1150发。发射燃烧穿甲弹时的膛口初速可达990米每秒，几乎与重量更轻的 M61火神式机炮20毫米口径炮弹相同。为获得最好的穿甲效果， GAU-8的标准弹药排列是按照4:1的比例，将弹头重约425克的 PGU-14B 燃烧穿甲弹与弹头重约360克的 PGU-13B 高爆燃烧弹混合而成。PGU-14B 的弹头嵌在轻质铝合金弹壳内，弹头内部包裹着一块口径较小的贫铀核心。复仇者机炮对付坦克及任何装甲车辆都极为有效。GAU-8在弹药设计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，就是使用铝合金代替了传统的钢与黄铜，这使得飞机在总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可多携带30%的弹药。弹壳上还有为延长枪管寿命设计的塑胶制弹壳箍，弹药长约290毫米，重约0.69公斤。复仇者的发射速率最初是可控的，低速档为2100发每分，高速档为4200发每分，但后期型的射速被固定在3900发每分。在实战中，为节省弹药及避免枪管过热，机炮通常只能限制进行1到2秒的快速射击。炮管寿命同样是重要的考量因素，因为 USAF 规定最短炮管寿命为2万发。机炮的连续射击在技术上没有问题，即使可以在一次射击中消耗掉所有的弹药而不对武器系统造成损伤。不过，这样的连续射击会大幅缩短炮管寿命，增加检查密度及缩短炮管更换的间隔。GAU-8参加了很多场战役，可谓是战功赫赫。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，参战的148架 A-10攻击机共出动8077架次，一共发射了783514枚30毫米贫铀穿甲弹，毁伤了伊拉克军队大约3000多辆各型装甲车辆，其中有900多辆是主战坦克。最为高光时，曾有2架 A-10在一场战斗中一共击毁了一军23辆坦克。GAU-8机炮也被世人赋予了坦克杀手的称号。此外， GAU-8也参加了科索沃战争、阿富汗战争，还有后来的伊拉克战争，都有不错的战绩。由于它所到之处几乎不留任何活口，所以也被恐怖分子称为空中死神。在2003年3月，伊拉克战争共有60架 A-10在战争早期执行任务，在此期间，油猪的任务完成率达到了85%。不过，其中一架在巴格达机场附近被敌军的防空炮击落。随后，在多国针对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中，他也对地面目标进行了攻击。到目前为止 ，A-10已经服务了40年，它非常适合在美国拥有空中优势的环境中使用。尽管 A-10在战斗中证明了其战斗力，但在如今高科技战斗环境中可能难以生存。美国空军已多次尝试让该机退役，批准2023财年退役21架 A-10，计划用新型 F-35闪电2取代它。感谢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，请点赞订阅我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